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装一个简单的一把锁，因为锁的种类有很多，这种锁呢是最常见的一种锁，就是一个大圆盘54，大概有54吧，54毫米的那种大圆盘，它可以把那个正常我们在工厂出来的门锁上面那个开了的洞给盖住。然后装这种锁，主要就是装那个锁头和那个铁片，门片，那个门上面那个铁片。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门正好给它调过来了，因为以前装反了，屋主装反了，给它调过来。调过来以后呢，然后现在我们正在把这个锁给它补上。这个锁头上有2颗螺丝，这2个螺丝其实非常关键。为啥呢？因为它是肉眼可以随时看到的。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，会看到它上面那个螺丝，那个十字螺丝那个头啊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如果是好的话，你会觉得很漂亮；如果是坏的话，然后你有可能会每天都会想起来那个地方是坏的。所以我们装这2颗螺丝的时候呢，尽量要把握好力度，就是不要用那个 impact drill 使劲在那砰砰砰砰砰砰。使劲在那，因为到底了还在使劲敲的话，也搞不好就把那个不锈钢的螺丝头给敲花了。敲花的话，拆起来也不好拆，然后看起来也不好看，而且有时候还有点挂手，它表面有一点那个毛刺。因为锁吧就总共就6个螺丝，6个螺丝的话，尽量最后几次的话一定要注意力度。如果把握不好力度的话，最好拿一个那个手动的那个十字螺丝刀，在最后一点点的时候用手拧一下，这样它不至于花掉。门把手上有2个，这是简单的锁那种装法，它就是从门里面把这个螺丝给它拧上就行了，上面1颗，下面1颗，拧完以后呢，它就自己，你拧完上面，然后再把下面再拧一拧，互相然后再换一个位置拧，因为它一上一下的，很容易拧完上面松下面，下面拧紧了松上面，最后2边都感觉拧紧了就好了。当然拧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那个门把手，一定要把它放平，因为有时候稍微会有点不平。你放平了以后，它那个门的那个一圈那个铁片，那一圈铁片上有几个凸起那个点点，它就会把那个插到那个门里面，它就会插在门上面，它至少可以让它锁紧了以后不会很容易被弄动。好，锁头装完以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，其实也不是很关键，就是经验吧，就是量一下这舌头到这门边的距离。它的这种舌头呢，它靠里面呢那是个平的呢，我们正好可以量一下那个距离，因为它就是这个平的就是挡住那个门框上那个铁片的那个边，所以说你看像这样找到中心点，上下把那个距离划出来，用铅笔画出来以后，铁片拿过来以后就把铁片放上去，它那个边就是铁片那个边，就是我们划的上下那两条线，然后大致距离找到了，然后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外框架、外扩给它描一下，描到那个门框上，里面那个空的那个上下有圆弧的，两边是竖线的也描一下，然后这个铁片的外边3条线也描一下。装门装锁最好是那个铅笔要细，就是你切薄一点，不要铅笔太粗的话画了线不准，那位置不准，到时候装出来你会看到很多空隙，会露出门框的里面那些木头。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呢，就会装出来很漂亮的门锁。稍微不仔细呢，那个门锁就装的有点不是特别好，尤其是凿的时候。当然我们这是 DIY 嘛，我们不能说用专门的那种电刨那种工具来开这个东西。当然之前如果没有装这个门，只是把门框装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电刨先刨一下，这是可以的，就是你事先画出来那个形状，呢，但是你不要刨到那个线上就行了。到时候装锁的时候呢，重新画个线的时候呢，它就很容易用
凿子轻轻凿2下，就把那个边边上的那些剩余的木渣渣就掉了。但是装新房装门的时候呢，最开始做的那一步，如果你要请那个装锁师傅来装呢，如果师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装锁的，他就可能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开这个门锁洞的东西，他会拿过来使劲刨一下就好了，开出来那个中间那个孔也是还 OK 的，因为他反正也会把那个白色的盒子装在里面，会把那个丑遮住。弄完所有线画出来，然后再把那个白色的内盒子，就是锁头的那个盒子放上去，找一个位置给它画一个，然后用我们的25毫米那个钻头给它转出来。转出来完以后呢，只是一个洞，稍微转深那么2毫米，然后还要凿一下，把那个形状给它凿出来，不然那个盒子放不进去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前面是讲这个怎么弄，然后后面有一段有大概10分钟，就是专门凿一个门，你会看到它那个凿子啊，对，装锁那个凿子一定要最好是个新凿子，或者是一个专用装锁的凿子，就是不要碰任何铁的东西，不要碰任何比它还硬的东西，那个凿子，不然你一碰它，到时候砸木头的时候就会砸出来一个折弯，不是折弯就是削的不利，它会感觉你用钝刀去砍木头的那种感觉。锋利的刀这样凿的话非常漂亮。他也不是说你凿子你要买多好的凿子，不是，你就是买一把新凿子就行了。以前最开始有的很多人迷信用好凿子，其实没有用，因为你好凿子碰到钉子啊，碰到什么小钉啊那些，它也是会坏掉的。然后首先第二个，你又磨不出来，你感觉自己用那个磨凿子的东西磨一下以后，其实它不是特别锋利，它还是依然很钝，因为我们磨不出来那种专门机器磨出来那个方向磨出来那种刀尖，就像磨菜刀磨剪刀一样，它必须削出来一个口才行。好，师傅这样凿一下，把那个中间那个盒子的位置凿出来，凿出来完以后，就要用那个我们的这种新凿子，把那个刚才描的那个铁片的边先给它砸出来，就是用那个凿子把那铁片边给它勾画出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开里面的时候，小凿子开里面的时候就可以开掉2毫米，然后到那个边它就会停住，就不会把那个边弄得很毛刺刺的感觉，就做完以后就很光滑，就是很漂亮那种感觉，就 OK 了。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你只要是认真做呢，学的都很快，而且记得住。因为有的人是非常想学，有的人是不是特别爱学，你教也白教，你教了他也不会去想，不会去反复的验证，也不会去对，主要是不会去想，不会去干。尤其是装门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很多问题。装门有一个问题就是调门的哪个地方能把那个门缝调得很漂亮，这个倒是需要想的。一般装过10几20套门以后呢，经常自己思考的就会知道怎么把门装得特别漂亮。因为装门的方法有很多种。好，现在铁片已经装上了，准备要把那个铁片锁上去。这个锁是我们一个非常资深的做锁的朋友 Handle Plus， 大家可能很多人用过。反正这种锁性价比非常高，当然还有更贵的，但是对于一般的房子，你要卖的房子来说呢，就 OK 了，就用不着买那么特别好的。有的锁一把锁，像这边生产的一把锁50或者50多块钱，其实你买差不多的锁也能用，我不能说它能用多久。你看装完以后，它关门它就不会晃动，因为我们刚开始量了舌头的位置，所以一关门它就会正好卡在那个舌头正好进去，所以它就不会像其他门一样来回晃。有时候你不量那个位置的话，它就会来回晃。你看师傅切的这3条线切得非常漂亮。装一把锁时间也不长，就10几分钟就完了，最慢就15分钟，新手可能20分钟，主要就是凿。但是老手你经常
经常装最多就15分钟或者10分钟就完事儿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关键就是看你的顺序，还有你的那个感觉。现在我们视频就在放，师傅在单独找一个门锁，这段时间就把这个门锁彻底找好。线已经画过了，你看那个方框的上下有2条小线，那个2条小线就是那个门锁舌头的边。为什么一定要画在那里呢？就是我们装舌头的时候，装门锁的时候呢，就要大概看着那个线，把那个铁片装上去，这样的话它那个位置就非常漂亮。每一次基本上就是你一关门它就正好卡死，就不会出现门晃动的情况。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巧，有这个技巧来，你装门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儿。就是关键是看你这个削木头、凿木头，看是不是能凿到位。因为最近天气不好嘛，你可以干一些小小的室内的活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坚持干室外的也行，但是就是滑、容易摔倒啊之类的。很多花园呢，或者是做 paving 呢，室外倒是问题都不大。明天好像是星期五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雨，所以室外的活基本上都停了，明天全都是室内在干活，就休息一天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到时候去补上就可以了。只要没有人的地方都可以去补上，因为有的工地有人，星期天是不能去做的。好，现在锁头的那个锁头的那个盒子基本上削好了，现在是把这个边勒出来一个印子，然后要凿子直接卡进去，把它凿出个印子来。现在已经凿出印子了，上下还有侧边门框条那边要凿出印子来。这把凿子是邦尼是买了10几块钱的3个，其中25毫米、19毫米都是比较常用的。还有一个12毫米，基本上不常用，那个用的很少。以前有一种凿子还可以，Fuller 的还是对 Fuller 的，好像是 Fuller 的，那个凿子价格也便宜，好像是30多5个。哦，Ivan 的凿子30多5个，但是后来没有了。现在用这个也行，因为这个也是带那个可以用锤子打的功能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。它直接那个铁是通到后面的，所以你直接砸是没事的。有的凿子上面它没有写，没有用铁在后面没有一坨铁的话，它凿起来就有点麻烦，就说明它并不是非要用榔头去凿。好，你看凿过以后，它轻轻敲那的时候，它就会裂开，然后直接把那块拿掉就行了。主要是考验师傅的耐心，你有的静不下来，一般做装锁都装不了，只会干立框架的活啊，或者打 joist 的活啊那些。因为装门装锁应该算细活了，稍微细一点。因为装门最大的问题是3条边的门缝装不齐，那是最麻烦的。门装齐，你看门在锁旁边那个门的 door stop 门框条，它就是挡住门的。那个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，因为它两边装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，门的两边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装这个东西，下次我们专门出一期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下次再出一期装门的给大家看一下。装门主要就调门，就看你怎么调。一般装门正常，如果老师傅装也就15分钟就完事儿了。装推拉门稍微麻烦一点，双开稍微多几分钟，因为它主要是看第一次你把门固定的时候，它那个位置怎么样。如果你自己没固定好，框架做的不好，它那个就可能也会有点瓢。但正常来说，双开的时候，那个框架那一面应该是做的非常好的，他会先检查一下，仔细调一下。师傅已经挖了差不多了，再稍微修一修就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。
因为它这个门锁头那个白色盒子呢，挖洞的时候也稍微挖深一点，因为我们外面还需要再挖掉大概2毫米左右，所以说那边挖深一点的话，那边如果挖的不深，到时候一装，它盒子又凸出来了，又得挖，所以说这是一个经验吧。这个是修的比较精细的了。门上那个锁头的那个小铁片，那个凿的比较快，因为没什么难度，因为它中间大部分都是锁头凿了。门框上呢，因为有个盒子，所以说需要凿一下。有的某些工地它那个就不装盒子了，直接用那个钻头25毫米钻头钻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叫油漆工喷白色，它看也不大容易看出来。但是呢，装那个漂亮呢，还是需要用把这个盒子装进去，这样的话看起来会非常漂亮，就里面看不到任何粗糙的东西。因为有的门板比较窄，它有时候它转的话会直接转穿，转穿的话，比如说门板是20毫米还是30毫米，它如果20毫米的话，你转的时候稍微转深一点，它搞不好就真转穿了。或者是你用漆塑敲的时候，搞不好就真的给它敲坏了，就可以看到里面那个木头，所以说就麻烦，看到里面那个框架的木头，所以这个白色盒子是很有用的。但这盒子呢，洞也不能太大，因为你太大的话，它那个上下螺丝就不好拴了，它上下有上2个螺丝的位置就不好弄，你知道？所以这个凿这个盒子吧，就是最费时间的一个。其他的都不是太费时间，就是靠经验吧。当然，在自己家里弄，如果你真装个门的话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照着这样弄就行了。怎么弄，能把那个门关上就 OK。我师傅还是精修了一下，把那个边稍微修个那个小折弯，到时候上那个白色盒子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会稍微卡一下，所以说你稍微凿一下的话就很漂亮。就把它凿的稍微再白一点，再薄一点。专门说稍微麻烦一点，稍微要掌握技巧的就是那个八斗可能装的比较少，因为八斗是在那种某些房子的那个 living room 到房间的走廊，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八斗。那个呢，一般是一个大的单扇的，1米多宽。然后那个装，尤其是轨道，你设计轨道的时候一定要打 laser， 这样的话至少让它那个轨道是水平，而且不会自己滑，因为八斗一般都很重，它在门的外框上挂了一个轨道，然后它会自己滑动。你如果装的不平的话，它就会它停在那里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动，所以说就很麻烦，一定要弄平，而且地面跟地面的距离一定要保持一致，因为它下面有个槽。必须卡在那个槽里，你高了以后它又卡不上，低了它又推不动，它就落地了。所以那个是以前装过，大概8年前装过一次，那个一次性成功，装得非常漂亮。因为八斗全都是在外面看到的东西，因为门上面你自己先加木装基座的时候藏在里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那儿一条轨道上去。那个装起来挺有意思，那个门太重了，那是实木门。师傅还在微调，现在差不多了。刚才可能觉得外面厚度弄得不是特别好，厚度加那个小薄片，再加那个小塑料片以后，就可能太厚了一点，所以它再调薄一点，不然装不平，它有时候看起来不平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 rotor 的话，直接拿 rotor 调个2.5毫米，直接揉掉就行了。rotor 当然你用 rotor 揉的时候呢 ，rotor 那个座子上尽量贴上一层纸，或者贴胶带，这样的话不会在这个白色油漆上给它弄上印子。因为 rotor 它那个铝的电子，它氧化铝，它会在那白色上划出印子来。有的人装门，它下面没有垫6毫米的那个小薄片，装完以后呢，由于地面不平，所以它有时候就卡门，
或者是装了长的地毯，它也卡门。正常装门你要把门再提高一点，虽然它下面已经有25了，但是其实那个高度还是不够的，尽量能提到30多是最好的，让下面保持一个缝，这样你怎么开门它都不会碰到。好，这2个装上了。做完你看它最后就上2颗螺丝，这2颗螺丝上的是时间稍微久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把门关一下，就看一下那个门的质量。严丝合缝，也动不了，你看门动不了，这样是最漂亮的。你看凿的那个没有凿出任何其他歪的印子来，上下2条线很漂亮。这是一个8sum的那个锁，是一个 privacy 的，这里面可以锁，外面可以打开，这是符合新西兰的要求。因为它里面可以锁的目的是你保持隐私，外面可以打开是因为有的人可能，你看这个门锁头这儿4条线也是很漂亮的，很光滑，没有任何空隙，没有任何歪啊那些东西。好的，这个到时候我们关一下，你看，一关了以后就不会动，你拉，你这样拉，它就不会门不会晃，这样是不错的，这是比较合格的一个门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再见。